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卡之欧15分钟云端小学堂，15分钟让你学习一个新的主题，轻松而无负担。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Android 手机新机设定与 Google 账号申请。这次课程主要是为了完全对 Android 手机设定不熟悉的使用者所准备，因此今天的课程将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从安装 SIM 卡和 microSD 卡开始介绍。第二个部分介绍 Android 新手机的设定，因为 Android 手机必须绑定一组 Google 账号，因此在第3部分会在设定的过程中介绍如何申请一组 Google 账号，提供新手机绑定使用。卡之欧使用的操作环境是 Samsung Galaxy M33 5G 手机，一张新申请门号的 SIM 卡，一张 microSD 卡。在课程开始之前，各位至少要准备一台 Android 手机。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这是等一下我们要安装的 SIM 卡，这个是我们要安装的 SD 卡。以后如果你的手机是会支援 4G 拍摄的话，请各位一定要买支援 4G 的记忆卡，要不然的话你在做拍完照或拍完影片储存的时候，时间会非常的久。这个是充电器，现在手机除了本体之外，就只会附你一条充电线，也就是所谓的资料线。这个充电器必须要自己再额外购买。现在我们将手机取出来，这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充电线，然后这是手机本体，里面有一张简易的说明书，还有一个退卡针。我们先把对卡针取出来，我等一下会用到。然后先把盒子收起来。我们再把它的保护膜拆开。这个是我们的 SIM 卡，它有大、中、小3个尺寸，我们拆里面最小的就是 Nano 的尺寸。在按的时候，请各位小力一点，不要把它给折断了。那我们先把 SIM 卡放旁边，来把 SD 卡取出来。这是我们要的 SD 卡，这个是它的扩充卡，可以让你插到电脑上去。这个就是 SD 卡，这是扩充卡，它可以帮你转换变成一个大卡，然后再把它给插到电脑上去。那这个我们现在用不到，先把它拿走。那我们现在要将 SIM 卡跟 SD 卡装到我们的手机。这个就是托盘。这个叫退卡针，然后退卡针插入这个洞里面，然后大力的往下压，它就弹起来了。弹起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给抽出来。待会放进去的时候，我要插哪一个方向？如果我现在故意把它给转反的，你这样是放不进去的。托盘放进去的时候，请你轻轻放。如果放不进去的话，一定是方向错了，请你再把它反个方向，它就可以轻轻的推进去。千万不要太暴力的把它推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可以同时装2个 SIM 卡跟1个 SD 卡。各位有没有看到？由左至右这边是写了一个 microSD， 然后 SIM 卡1、SIM 卡2，所以这个就是 microSD、SIM 卡1、SIM 卡2。像我一样只有一个门号，我们就只要装在这个地方。那装的时候，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凹槽。那如果你把它装反的话，它会放不进去。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它都有一些防呆装置。这边会有一个缺角，也就是你晶片上会有个缺角，把它给对准进去之后，再把这个记忆塔给放上去。然后好了之后，请各位确定它是平的，没有凸出来。它这样好了之后，请各位在推进去的时候，请你轻轻的推，然后把它轻轻的推进去。好了之后按到底，这样 SIM 卡跟 SD 卡就安装好了。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压上去的时候这边是平的，不能有凸出来。这样我们就把 SIM 卡跟 SD 卡给安装好了。现在开机来做设定。进入欢迎画面，首先要让你选择你这支电话要使用的语系，因为这支手机是在台湾购买的，所以它的预设就是中文繁体台湾。点选开始。在请详阅的页面里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终端使用者授权协议，第二个是隐私权政策，第三个是诊断资料传送。除了第3个之外，第一个跟第二个你必须一定要打勾。那如果你连第3个都要打勾的话，你可以直接点选下面全部同意，它就会帮你一次把3个都打勾。在这边我先将第3个诊断传送资料这个选项取消打勾，接下来点选同意。再请选择 WiFi 网络页面，选择你的 WiFi 网络，这里我选择 Team303。接下来是输入密码，输入完点选连接，在 Team303 下面出现已连接，就代表无线网络已经连接成功，点选下一步。在正在准备你的手机页面，要稍微等一下。在复制应用程式资料页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使用这只手机，所以点选不要复制。这个时候它要你绑定你的 Google 账号，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使用 Android 手机，所以点选下方建立账户，在选单里选择建立个人账户。这时候要你输入姓氏跟名字，姓氏这边是选项，代表可以不用填，所以名字这里我就填 Katsu， 点选继续。这时候要输入你的基本资料，基本资料输入好，点选继续。这边选择你要的 Gmail 地址，点选第3个自行建立 Gmail 地址，然后这边填上你要的 Gmail 地址。填写完之后，点选继续。如果你填写的名字已经有人申请使用，这边就会告诉你这个使用者名称已有人使用，请试试其他名称。这个时候你就得再改一个名称。输入完，点选继续。这个时候输入你要设定的密码，输入好，点选继续。接下来他询问你要新增电话号码吗？下面这边还有一个更多选项，这边我们先点选否，不要新增我的电话号码，点选完成。这边就会告诉你刚才申请的 email 就是未来你使用的 email 账号，这边点选继续。在隐私权与条款，请各位看一下它里面的条文之后往上卷动，到最后点选我同意。他现在正在取得账户的资讯。这边是 Google 的服务，在这边我们先可以使用它的预设值。好了之后点选接受。在保护你的手机，可以做脸部辨识、指纹、图形、数字或者是密码。在这里我们选择图形。这个图形设定好之后，请各位不要忘记设定好，点选继续，再输入一次来做验证。好了之后再点选确认。再查看其他应用程式，它预设会帮你下载这些程式。如果你不要的话，勾选一下，它就会取消下载。这里我让它下载所有的预设程式，点选确定。在取得推荐应用程式页面，点选下一步。在 Samsung 账号这个页面，它会询问你的手机号码，能够帮助你同步你的资料到 Samsung 的云端，也可以帮助你在未来找回你的程式。在这边有几种方式，第一个你可以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第二个你可以透过 Google 登录。这部分要依照你使用的手机而定，因为这是 Samsung 手机，或许在你的手机并没有这个选项，所以这边我就先点选略过，再点选略过。
如果你不是使用 Samsung 手机的话，就没有这个页面。我在这边点选同意，看到大功告成，点选完成。当看到桌面图示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手机已经设定完成。这边是 SIM 卡管理工具，点选完成。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介绍。若你喜欢卡州的课程，请订阅卡州的频道，别忘了按一下小铃铛，就可以收到卡州新的影片通知。还有，别忘了按赞与分享。谢谢你的观看。